我就觉得有些人你是特别有意思啊，每天处理你们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语，很想笑啊。上午有个女孩子来找我啊，应该是又哭又闹的啊，说不公平。她是前年来找对象，那个时候27、8岁啊，老家是外地农村的啊，有个弟弟和妹妹，好不容易啊考公上了岸，当了公务员，工作圈子里没有合适的啊，这平常又比较宅啊，就来找我了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她想找的是有车有房、家庭条件好的，也是在体制上班的男士啊。但因为这个女孩子啊，她比较矮又有点胖啊，就不太好找。给她看了好多这体制内的这个小伙子，但是小伙子大多数啊也是看脸嘛，他的身高啊、身材还有家是农村这一块不太愿意。我让女孩子稍微放低一点要求啊，这年龄大一点啊，个子啊不算高的男士啊，他也可以综合考虑一下嘛。好不容易啊，去年相上一个男士啊，硕士学历有车有房，在医院上班，29岁啊，个子也不太高，人找对象也没啥要求，就想着人好就行。哎呀，这两人见了面啊，互相都觉得挺合适，去年初啊就谈恋爱。这谈了1年了啊，这不两人年龄都大了，双方父母就催着赶紧见个面吧，把婚事给定定。上个月呢是见了父母啊，互相啊都算是满意，人父母啊也没有过多的去干涉。见完面回家之后啊，这个月初啊，女方就提出了订婚的要求，说父母的意思就是彩礼要30万，说按规矩走。当然呢，这钱人家要的是有理有据啊，说男方的年薪啊是30万，那自己啊跟你是要生活一辈子的，我要1年的工资啊，这事啊他也不为过。人男方父母一听不愿意啊，哎呀，这本身啊就对女方父母是农村的，是多少是有意见的。其次啊，男方人家这边的彩礼啊，那都是3万6万走个过场，最多啊要不过10万的。如果给了你30万，那家里亲都会看笑话的呀。于是呀，这两人就卡在了这个彩礼上面去了啊。女方也放话了，说彩礼啊会原封不动的带回来。男士这一听啊，想着呀，为了顾全两个人的面子啊，为了大局考虑啊，就跟女孩子提出了要借她15万，说父母都是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，没有多少存款，自己又是医学生，这毕业也就2、3年，这钱呢都买房了也没有了，可以啊先借女方的，等婚后人彩礼带回来再还给女方就行。哎呀，人家姑娘听了不愿意啊，说你跟我借这个钱，那不就是我自己娶我自己了，说什么也不愿意。男生后面又说啊，你看你非要这30万，我只能借钱，要么就把家里准备装修买家电的钱拿出来，女方来装修买家电他也可以。女方一听啊，还是不愿意，觉得男方是娶老婆的，你都这么斤斤计较啊，讨价还价，压根儿就不看重他。两人就因为这事啊杠了大半个月。前些日子男生就问这姑娘，家里商议着要拿出18万娶你，不用你陪嫁了，你能不能嫁？女方一听啊，坚决不让，说自己啊不是不愿意啊，也不是想去逼男方，而是啊想知道自己究竟在男方的心里啊这分量到底有多重。如果真的愿意娶她，借钱也会啊；不愿意娶啊，那只会讨价还价了。好了，人男士一听啊，这不心寒了，跟家里父母一说啊，人全家啊都开始反对这门婚事啊。男士又提出分手，这姑娘一开始以为啊男士故意生气说的气话，结果1个周没搭理他，急了，打电话给男士啊。男方的意思是啊，已经决定分手，不想在一起了。前天啊，这姑娘就主动给男士道歉，意思啊是之前考虑不周，彩礼只是为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啊。两个人既然谈了这么久都有感情了，那自己也30岁了，再不结婚他也找不着条件好的呀。男士这边的态度啊，人家就一直很坚决，说家里没钱，而且这2个月又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全家吵都很累，还是要分。这个时候啊，女方就主动降价，说10万也可以啊，咱们走个过场吧。男士还是不同意，说不想再谈了，分了吧。接着就是啊，这姑娘呀来找我哭啊，闹这一场。她哭完呢，还问我自己还能找什么样的。我说啊，反正这择偶要求啊还得降低，学历啊工作就别卡那么高了，年龄稍微大一点也可以，如果有2婚条件好的，那酌情啊考虑一下。她听完就跟我哭啊，说什么都让我去挽回这个男士，我也去帮他挽回了。人男士啊说的也很明确，自己想找的伴侣啊，首先是要体谅他的，如果你这么逼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娶的。后来呢，这姑娘就哭了好一会儿才走啊。所以啊，我经常劝一些女孩子们，你一定要聪明一点，凡事往长远去看，不要总是算计你那点蝇头小利，车多贵房多大彩礼多少的，你算计多了呀，很容易啊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你哭都没地儿的。看见他没？哎，我招兵买马来了个眼睛大的看门啊，以后这种没数的啊就自己认栽，你别来找我。兄弟们，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真理啊，找人结婚一定不能找生理性不喜欢的。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啊，就是你和相亲对象已经确认关系了，却没有一点恋爱的感觉。有一位男士是个医生啊，相亲认识一个女孩子，从见面第一眼就很喜欢她。他相亲了很多，只有这个姑娘他中意啊，因为喜欢的他就主动去追这个姑娘，一到周末就约人家吃饭。人姑娘呢也很积极啊，认识了1个多月他就表白了，女方非常爽快就同意了，2个人就开始了谈恋爱。
正常你确认恋爱关系啊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，对吧？结果男生又觉得这谈恋爱谈得好累啊，给女孩子发信息呢，他也回复，就是感觉不冷不热，也不去主动去关心她。约女方出来呢，他也出来，但就是感觉两个人好像怎么都亲近不了，有距离感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长啊，他就发现这个女方呢是越来越冷淡，发消息是越来越少，甚至也不愿意跟他见面。上周末呢，他去约这姑娘出来吃饭啊，饭后去抱了女方啊，人姑娘呀直接给推开了。亲吻的时候呢，这女方就不让，两个人还不熟悉啊，不喜欢关系这么亲密。原本呢想着约着放假呀，一起去双方父母家里看看，就各种理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拖啊。男生就忍着呀，觉得自己是喜欢对方的，需要给对方一点时间来接受自己啊。女方的手呢也就牵了几次，不让抱也不让亲的，你就是怎么也靠近不了啊。上个周啊，女方发信息啊，说自己很累，这段感情不是她想要的，你是个好人啊，我就提出了分手。哎呀，男士听了很伤心啊，那去挽留人女方呀，直接被拒绝了，干脆人女方就不见了。他就问我这问题出在哪里，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是因为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他对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，起码在他能够接触的异性范围里面，你是综合条件里最好的，但是没太有感觉。也就是说一句话叫做他看上了你条件，没看上你这个人。初期他是有动力愿意和你接触的，因为你条件好嘛，你表白他也同意了，想要跟你结婚啊。但人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，他会慢慢的不满足于和你在一起这个现状，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喜欢你的，越来越不甘心啊，开始抵触和你的亲密行为。他其实也很拧巴，就是你条件很好，但就是没有这喜欢的感觉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不要进行。所以你问他是不喜欢吗？他是喜欢的，但仅限于条件，生理上是抵触你的。这种局啊，我给你们讲是死局，没解。最后结果不管你拖多久都是分手，哪怕你结婚，后路也可能只有离婚这条道。兄弟们啊，相亲什么样的感情能走到结婚啊？就是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喜欢上这个人的，喜欢的角度有很多，有的是性格，有的是颜值，生理性喜欢往往都是第一印象。他如果对你一开始就不喜欢，以后也不会喜欢。你看有的男士啊，平常也不太爱打扮自己啊，真的，生理性喜欢会让你觉得很舒服。两个人见面约会啊，你就很想跟对方亲一亲、搂一搂、抱一抱啊，这种喜欢是非常纯粹、非常的本能。如果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，一接近对方，你连点渴望都没有，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如果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，只是因为对方条件比较好，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年龄啊到了该需要结婚的时候了，你就跟对方在一起，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后悔，你会产生那种生理上的厌恶感。所以啊，将就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，本能上的冲动是你内心一种喜欢的表现。如果连冲动都没有，那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，早晚有天你会后悔。找人结婚啊，一定要记住，生理上不喜欢的谈不得。宝，散会。我能让有些找对象的人给气死啊，一点数都没有啊！说我不想谈恋爱，实际上是谈不到180，又高又帅又会穿，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温柔体贴情绪稳定，哎，少年感爆棚，爹系又深情啊，表面坏坏，背地搞纯爱，打直球会撩人，情商高，浪漫又踏实，隔三差五礼物不断，有能力有潜力的人呐。哎呀，有一个女孩子未婚啊，34岁了，长相还可以啊，6分左右吧，过了年级了，跟我说要找对象，离的就行，只要不带孩子。问他要求吧，他说人好踏实就行，但是他工作在事业单位，多少这男方条件别太差就行。给他介绍一个男士，38岁，离异不带女儿，自己和别人合伙开了个公司啊，年收入在50个左右，有车也有房。哎呀，他一听啊，觉得还行啊，照片一看，哎，不丑，同意了。男方一听呢，也愿意，毕竟人家离异还能找个未婚，这心里啊多少也很开心啊。两个人昨天晚上去约会去了啊，今天啊，给男士吓得呀搞不了。根据这男女双方的描述，我给你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啊。就昨天晚上这饭店是男方订的，这男士啊先是开车去接这个妹子啊，人妹子一看，哎呀，国产电动车呀，一问10多万，再一问这车都5、6年了，那听完脸一黑啊，全程不怎么搭话。这个男士啊心里略微有点不爽。到了饭店之后，这男士就直接跟服务员说啊，订了团购餐，500多块钱两个人，我觉得还行啊。人妹子不愿意啊，意思是约会你还订团购啊，这个脸就直接要黑到底，玩手机去了。这过程给男士整得挺尴尬啊，传说大龄女不好搞啊，直接他就搞不了，就想跑。后来想着这钱都花了，得吃饭呢。人妹子啊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，先是问了男方的这个工作内容还有收入之类的。男士就说啊，自己做公司啊，做贸易的，一年几千万的营收啊，利润呢也有几百个了。哎呀，姑娘一听啊，态度立马变了啊，喜笑颜开，说话也温柔了。哎呀，你能赚那么多钱，那很有能力啊。
这男士说啊，这公司是好几个股东呢，我占的是最少的，也就一年分个40-50万吧。这妹子听完略微有点失落呀，说着啊，这40多万一年也还行吧，虽然不高，但是生活还可以啊。男士听完这内心戏啊，搁这收入想当年的95后都在追着谈，你还在这挑我，还可以。姑娘又问这男士啊，这房子，那男士说呀，原先3套，这离了婚给前妻1套，自己留了2套，没贷款，父母还有2套。听完人妹子的脸呢又开始好看了啊，又开始主动给男士夹菜，和男士啊有说有笑的。两个人啊，这前面还行啊，重点是在后面啊。唠着唠着，人妹子就开始啊问这男士啊这父母条件。男人就说啊，这个父母每个月都有退休金1万多，每年呢他也会给父母3到5万的零花。哎呀，姑娘听完就开始夸男士啊，还是你有能力啊，你看我一个人在外面，这父母都是农村的，我都没钱给他们。不过呀，以后我条件好了呀，每个月都会给他们4-5千，你说对吧？哎呀，男士听完吓得也没敢接话，这不就是试探男方能不能给他钱吗？他就夸了这个女方啊真孝顺，赶紧略开话题啊，就问了女方的工资啊和工作。人这姑娘自己收入多少没咋说，把公司这夸上天啊，一年流水就几个亿等等啊，给男士给整不会了。好嘛，你说公司还是说你自己啊？好在这姑娘又说回来，说自己目前做销售的啊，一个月1万多点，属于公司的佼佼者。哎呀，我还年轻啊，这以后的发展空间大得很呐。当然呢，如果结了婚啊，我是不介意做家庭主妇的。既然牺牲了我个人利益，那肯定男方这多少得给我点保障吧，不能低于我的工资，对吧？哎呀，男士一听啊，这又来试探了，又没敢答话呀，赶紧说对对对，女人当家庭妇女啊，肯定也不容易啊。然后反问这妹子，那你一定会做一手好饭吧？人妹子一听啊，我收入都在这摆着了啊，那肯定订外卖啊，我不会做饭，而且啊条件好了，那出去吃还方便。哎呀，男士听完直接愣了啊，从这个时候就多少有点不愿意了呀，有点觉得啊这女方是又懒又馋啊，只进不出。然后这两个人就聊一聊兴趣爱好之类的啊，就聊到了旅游。人家姑娘说呀，提出每年想出国旅游一次啊，国内容不下呀。男士问男士这有意见没？男士一听啊，没意见啊，旅游是好事，可以出去见见世面。这姑娘就说了，那有机会我们俩一块出去吧。此时男士吓得已经是汗流浃背啊，那处处都得花钱啊。另外啊，这妹子还提出希望男士能够换个车，30万以上，哎，好方便接他上下班的。给男士听的呀，这信息量有点承受不了，我这是准备跟你谈了呀，赶紧结束吃饭要走。临走这妹子请他看电影啊，他给婉拒了。今天中午啊，这姑娘给我打电话，表示对男方啊很满意，希望两个人确认关系。结果男士啊把情况大概跟我说了一下，跟我说这人确实挺漂亮，聊得也很不错，但是要求太高了，胃口太大，这个单恐怕我买不起啊。哎，男士让我传达啊，说不考虑了。我告诉我妹子啊，这男士拒绝他之后啊，他当时有点崩溃啊，说我才不想跟他谈恋爱嘞。哎，他年龄那么大还结过婚，我一个年轻美女能看上他，他还不珍惜，那就孤独终老去吧。我跟你讲，相对象你别挑挑拣拣，你也不能太现实，要不然人家会觉得这是做生意。那问题就是啊，人家做生意为啥不找个性价比高的嘞？